我们来看一下 ULV8 的高效分割和推理的，它的 decode 时间大约在 0.2 毫秒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去做这件事情啊，从0到1把它给跑起来。我们先到 ULV8 的 GitHub 官方地址，那这是它的一个官方地址。那咱们通常把它的代码 git clone 给荡下来。这边呢，因为我是在服务器上，所以我就 download zip。那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啊。那咱们先把代码荡下来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手写 AI 的 infer 给荡下来。那有了这两个东西过后呢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我们准备好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是 ULV8 的代码，这个是 infer 的代码。好，拿到这个代码过后，我们就开始把它给导出 Onyx， 然后去推理，看中间需要注意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到这个目录底下过后，我们先去导出这个 Onyx。那它这个1.8的导出 Onyx 是非常友好的。我们看它的 Onyx 导出呢，这边 readme.zh-cn 它其实提供了一些代码。那咱们看这代码怎么写的。那比如说这边有个 from， 然后这个对吧？我们这里写个 export.py。然后呢，注意啊，这个 export.py 是放在文件夹里边的，别看错了。对 export.py 是，那放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代码贴上去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要的是从 pt 加载，所以这个 yami 加载我们就不要了。然后呢，这个 train 还有这个 value 也不要。那我们把这个预测图像我们给它保留一下。比如说加个 sieve 等于 true， 说白了就把它预测的结果给存储下来，然后呢导出 Onyx 结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简单？那但是呢，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问题，是我们要导出的是一个分割的模型，所以我们导出一个 SEG， 好吧？其实理论上讲应该直接 Python export 它就可以执行了，但是问题是它是外网下载，所以速度会比较慢。那这边呢，我其实把模型给准备好了，这边。这个是 ULV8 的 segmentation 的model， 这个是 ULV8 的 detection model。那这两个 model 它其实下载非常慢啊，我就直接给它装置掉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图片是用的 bus 这个图片。那这 bus 这个图片呢，我自己准备的一张啊，放在这里了，所以说呢也不让它去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 export， 看它会怎么样。我们先导出 segmentation 的 Onyx， 然后待会儿看一下 detection Onyx 怎么导。好，通过我们这个操作过后呢，我们发现 Onyx 已经导出来了，这个 segmentation 的 Onyx， 我们放到桌面上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还在下载。好，下完了。然后打开了，对，现在打开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基本的结构啊，输入是 images， 然后到下边呢，它是有两个输出的啊，你看，一个是1116840，一个是1132160160。好，这个是两个输出啊。好，那应该是在上边，这哪个地方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在，对，在这里，对，这是第一个 head， 这个 head 是 mask 的 head， 那主要是负责 mask 的输出，这个是 detection 的 head， 那是负责 cron 的输出。那这里面呢，它的116个值，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啊。116个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针对，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序谱是1，然后116，然后是8400，对吧？8400。它这个116是啥意思呢？它116是这么个格式啊，首先是 cxcy， 然后宽度、高度，这是它的框的信息。然后另外呢是80个类别啊，80个类别的 confidence。然后剩下就是32个mask 的一个应该是 probability 的值啊，你可以这么去认为啊 ，weight 也行啊 weight。好，所以你看。4个加80，84，然后再加上32，116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116个值的一个表示。那8400呢，其实就是它的3个 anchor 之间的一个
相当于是乘在一块儿的结果啊。那它这个随它的模型的变化而变化，因为我们现在是 Nano 的模型，所以这个8400可能会小一点。那如果你是模型大一点，可能 Anchor 大一点的话，它也会多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不管这个8400，就相当于是它推出来了8400个框，通过这个 confidence 来过滤，然后保留你的框的信息啊，这个是基本的结构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 mask 是多少呢？是32乘1160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它32乘160，那它的代表了什么含义呢？它是代表了32个160乘160的应该叫概率图吧 ，probability map 好吧。概率图，那为什么叫概率图？因为它其实还不是二质图啊，真正变成一个使用的图，它还有个过程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有32个160乘160的图。那至于你怎么去变成你每个框的实例分割的图呢？它这个其实过程非常简单，通过你的 box cx cy，然后 wh， 这是你的 box 对吧？你通过 box， 然后加上你的 weight 32个 weight 啊，32 weight， 然后呢，你去乘以这个32乘160乘160，你去乘以它，就是你这个32个 weight 去乘以整幅图，当前这个 box， 相当于是一个图一个 weight。那乘完了过后的结果呢，再做一个 sigmoid。当然你得累加，我得写个累加。就你乘完过后，你得累加一下，那就是说在32这个方向去做累加。比如说这个 sum 的话，咱们 dim 等于0，对吧？比如说就这个地方的0啊，注意啊，我只是在这个地方表示0。那然后累加完过后，你就变成了160乘160嘛，然后做一个 sigmoid， 就是它的最终的输出的概率图，就是已经是 probability 的 map， 就是 heat map， 再通过你这个框去 crop 一下，那你这个框 crop 出来的结果就是你最终的 mask， 好吧？那比如说我们的 mask 等于它，那这个就是它为什么可以表示整个 instance map 的一个原因，它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了，好吧？那这个32呢，就是他们这里面所谓的叫 mask dim 啊 ，mask dimension。那然后这个是整个维度的理解。好，那由于呢，咱们 infer 的这个框架，它吃的是8400，就相当于是 n 吧 ，n 个框乘以116这么个格式，就 infer 吃这种输入，好吧？因为它吃这种输入，因此呢，你必须得把这一个格式给 transpose 一下。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拿到这个东西过后要做一次 transpose， 对吧？那我们先把这个 Onyx 拿出来过后呢，我们去到这个 infer 这个项目底下。那这边有一个 V8 的 transpose 的一个操作啊，就像是把最后一个 output node 给 transpose 一下。那这边我们可以执行一下看一看啊。cd 到上一级 infer， 我们把model 给复制到 workspace 底下。那 workspace 底下这个就是我们的 model。那现在我们要 transpose 一下，就 V8 transpose workspace v8n -scg 点 onyx 啊，这就是 transpose 过后呢，它会存到这个 transpose onyx 啊，这个 transpose onyx， 我们可以看看 transpose onyx 长什么样子啊？咱们 transpose 是不是跟咱们预计的效果是一样的？好，下载好了，我们看看它的效果啊。看对吧，在 concat 最后加了个 transpose， 对不对？你看加了个 transpose 021，那它的维度变了，那最后的输出是不是变成8400乘16116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属于咱们 infer 要吃的结构。那咱们这个模型搞定了，咱们可以来验证一下它的效果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咱们目前处理的模型都属于静态 batch， 相当于是它没有动态的这个信息。就是它的每个维度都是明确的，比如说它的输入是1乘3乘640乘640，输出是1乘8400乘116，都是静态的啊。如果你是要动态 batch， 那就待会儿的事了。咱们先处理静态 batch 的事情。那咱们拿到这个 transpose 这个 segmentation 的 model 过后呢，就可以去做一个编译的操作。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trtexcc onyx
等于 workspace YOLO v8n， 然后呢杠 seg trans 点 onyx， 然后 Steve engine 等于 workspace YOLO v8n 杠 seg 点 trans 点 engine， 好吧？这个时候我们编译一下，因为它的默认的 batch size 是静态的，然后是1，所以要注意这一点。那咱们编译好了过后，应该会生成一个 engine 文件。那这是之前我生成的，待会儿可以看一看。那然后这个 main 函数我们先打开它，在这里找到叫 single inference。那 single inference 呢，咱们默认输入是 b1 trans 的 engine， 咱们把 b1 去掉，其实加载的就是咱们刚才导出来的这个engine。那这就是 single inference 的代码。那咱们拿到这个 image 过后呢，加载这个模型。当然这边有个空跑啊，这个空跑其实是不需要的，其实是 warm up， 咱们这边可以去删掉它啊。然后就是执行这个 forward 过后拿到的框呢，最后就去画这个框，对吧？但重点就是这边多了一步，叫如果它有 SEG 的信息，就是 segmentation 的信息，那它就可以直接把它 segmentation 的 mask 给保存下来。你看这个 data 直接创建成 CVMAT， 然后保存下来。那也就是说跑完过后的结果，它应该会有 segmentation 的框，它就会保存下来。那为什么有的框有的一个框没有呢？因为如果有的框非常小的话，它其实不会生成 segmentation 的 map， 因为它会导致，比如说你框大小可能会很小，对吧？这个不一定啊，所以这样只是做了个判断，保证安全。最后把这个结果给保存下来，最后咱们来看一下执行的效果就行了。所以等它编译完成，咱们就可以执行一下效果。那这个是 segmentation 的一个效果啊。那最终的效果其实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渲染出来的效果啊，这个就是 YOLO v8 的渲染出来的效果。刚才咱们不是执行了一下它的 run 吗？我们可以看它 run 后的结果其实就是这样的啊。这是刚才 run 出来的效果。那 run 出来的效果它是渲染上去的，那咱们的 C++ 程序是没有渲染的，所以只是有个 demo 的效果。那咱们来看看执行的效果是怎么样啊 ？make run 一下。好 ，run 了过后，那因为这个 run 它现在是 run 了很多东西啊，我们把这个其他的先屏蔽掉，run 一下，对，先屏蔽掉，然后再看，对 run 完了过后，它会有6个框的输出，对不对？刚才不是讲了吗？一个框会有一个 mask， 这个 mask 会保存成图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其实对应的就是对原图上的 mask 的信息，它是存的是一个这样的信息，看到没？这个其实自己去加一个渲染，它就上图像上去了，就这样的，对，就这个效果。那它对应的原图的效果其实就是这个 bus 的效果啊，对。然后这个 result 就是画的框，就是渲染没有加，这个自己可以加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关于 segmentation 的一个 task 的推理，那整个过程咱们就搞定了。